Hello，你好，我是 Happy Simon。快乐学院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所有跟快乐有关的观念与做法的新频道。它能让你自己改变自己目前的快乐阶段，变得更快乐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快乐的第一秘技——心理暗示法。心理暗示法指的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来把你想要的任何观念深深灌输在你自己的脑海中的方法。重点是，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你今天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接受到无数的心理暗示。尤其是进入资讯时代以后，从电视、电脑、手机、网络，无所不在的物质心理暗示是你无法逃脱的。所以，与其被暗示一堆你不需要、不想要的东西，你不如自己暗示自己你需要、你想要的东西。以快乐而言，最重要的第一秘技就是运用心理暗示法，来暗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的人生会越来越好。心理暗示法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一定要深信他会成功这句话，他才会成功。例如，一个被催眠的人，因为他相信洋葱是甜的，便吃得津津有味。相信自己是一块木头，就像木头一样挺直僵硬。相信一粒水果是很重的，则不管用多少力量都举不起来。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力量。有一个师傅夷陵的成语故事是这样说到的：有一位木匠突然发现手头上常用的一柄斧头不见了，东找西找也找不到，心里非常懊恼。他想了又想，突然想起前天邻居儿子曾经来过，当时就觉得他有点鬼鬼祟祟的，颇为可疑。是不是他偷去的呢？第二天一早，木匠看见邻居的儿子在门前喂马，便想上前问个究竟。可是他一走过去，邻居儿子又走回家了。木匠心想他一定是做贼心虚，故意避开他。后来，不论邻家的儿子做了什么，木匠都觉得他的行为再都表示他就是偷斧头的人。过了几天，斧头在一个轿子里面找到了，木匠才记起来是自己忘了在那里。从此，木匠在看到他邻居的儿子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他像是个会偷斧头的人。那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个科学家做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实验，他把一个人眼睛蒙住，并用刀子划破他的手腕，让另外一个人观看那个人整个因失血过多而死的一切过程。隔天，科学家一样将这个人眼睛蒙住，并用冰刀快速划他的手腕，然后播放昨天那个人失血的滴血声音。结果第二个人也像第一个人一样死了。人就是这样，相信他所相信的一切，并把它当成真理。不要怀疑，几百年前全地球的人类都相信地球是平的。这些故事虽有负面的含义，但它也证明了人的确受自己的心理控制与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运用心理暗示法去帮助自己。在实际运用上，是每天至少3次告诉自己，我是个快乐的人，我每天会越来越好。我是个快乐的人，每天会越来越好。我是个快乐的人，我每天会越来越好。请记得，我们绝对自己可以完全控制自己，只是需要经常练习才会成功。心理暗示法，尤其是在刚睡醒的时候、睡觉前及静坐冥想的时候做，是最有效果的。因为它能起作用的原因是，你在潜意识里真正相信它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实现。这也就是现今非常流行的吸引力法则的原理。反之，你若不相信这个超简单的方法，只会让你失去拥有快乐人生的最好、最简单的方法而已。所以一定要好好运用这个心理暗示法，去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快乐人生。其实心理暗示法很多人都知道也会运用，但是大部分人都用在赚钱、事业、爱情、家庭等等上面，
而我则是专注运用在快乐上，因为我觉得快乐的人一定是最成功、最富有、最健康的。快乐学院的心理暗示法秘籍的成功关键是在要建立，不管遇到什么不快乐的事情，或是感受到不快乐的情绪等等种种，都不会影响你是一个快乐的人的人生观。这个由心理暗示法秘籍建立的快乐人生观，即是你在人生激流中的磐石，能中流砥柱的抵挡住世间任何波涛汹涌的不快乐。记住，快乐的人也会有不快乐的事情发生，也会有不快乐的时候，但是绝不影响你已是一个快乐人的事实。这样，快乐的心理暗示法就成功了。心理暗示法的原理，我们用古典制约及锚定效应来说明一番，你会更懂得运用。那什么是古典制约呢？夜深人静时候，你独自走在无人的小巷里，突然听见陌生的脚步声向你逼近，你便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可能因为你觉得感到紧张，或是觉得危险。但是其实一开始，陌生的脚步声与心跳加速是没有关联的。我们是透过学习，不论是你在有知觉还是无知觉的情况下，你学习到身体将夜深人静时逼近的脚步声与紧张产生心跳加速的生理反应结合。这种使原本没有关联的刺激与反应产生新的连结的学习过程，我们就称为古典制约。它能够形成所谓制约反射。那狗唾液制约反射实验是最能说明这个原理的。有一位科学家为了进行消化相关的研究，他对一只狗做了外科手术，使唾液能够流到狗的体外，去测它的分泌量，以研究唾液在各种情况之下分泌的情形。当助手把食物放在狗的面前时，狗自然而然的会分泌唾液，这是天生的非制约反射。但进行多次反复的实验后，科学家观察到预期外的现象，即使食物还没有放到狗的面前，居然也会大量分泌唾液。进一步分析发现，只要狗注意到助手，甚至只是听到助手的脚步声，就能引起分泌唾液的反应。事实上，任何规律出现在食物之前的刺激，都能引起狗的唾液分泌。从单纯的生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观察结果并不合理，因此相信一定有其他原理的运作，才能够引起这般前后一致的现象。为了确定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偶然，科学家又做了以下的实验：在喂食前都先发出铃声。实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铃声只会使狗摇起耳朵，转向搜寻铃声的所在处，这是一种朝向反应。重点是铃声与分泌唾液与否并没有关系。可是，在多次的铃声与食物伴随出现的实验后，当铃声响起时，朝向反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泌唾液。而此实验证明，当初的发现并不是偶然，且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是可以重现的。也发现铃声我们也可以用光或节拍器等中性的刺激来替代。当初我读到这个实验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排斥有效的实验。可是后来才发现，这个实验证明的心理学原理运用在快乐上面，可以有心理学上面的锚定效应，超好用的。再来说明什么叫锚定反应。人类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会过度偏重先前取得的资讯，称为锚点。即使这个资讯与这项决定没有关系，可是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人类会倾向于用此片段的资讯即锚点来快速做出决定。在决定下来的时候，会以第一个决定为基准，逐渐去修正。有两个兄弟在附近各开了一家面馆，由于是祖传秘方，所以口味都差不多，生意也一样好。
可是每晚结算的时候，弟弟那一家的收入总是比较多。原来当客户来点餐的时候，哥哥只问要不要加卤蛋，那有的会加，有的不加，几率大概是一半一半。而弟弟总是微笑的问：卤蛋也要加1颗还是2颗呢？那多半的客人都会选择加卤蛋，要求不加的客人相对少了很多。那一天下来，弟弟那家面馆光是卤蛋的收入就比哥哥家多了许多。这就是锚定效应的原理运用。锚定效应我们又称为乘锚效应，是指人们做决策的时候，思维往往不自觉的会被第一个资讯所左右，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你的思维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在弟弟店中，是加1颗还是加2颗卤蛋的问题。那这个第一讯息的不同，会使你做出的决策就有时候会变得不同。那弟弟的聪明之处便在于做事既给别人留有余地，但是也为自己争取了更大的优势。当人们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好或坏，一切都是相对的。关键看你如何定位基准点。基准点定位就像船锚一样，一旦定了，评价体系也就定了，好坏取舍也就出来了。那锚定效应的运用基本上范围非常广泛。在商品定价中，很多人会把过去的价格作为新价格的参考。如果商品的价值越模糊，那参考可能就越重要。那锚定效应就可能是更重要的价格决定因素了。购买者决定的锚定效应，常以建议售价为锚定点，估算与实际售价之间的折扣，会有赚到的感觉。所以常有卖场标高定价，再来打折促销的手法。那另外，商场卖鞋子的小姐也会诱导客人说：客人你今天反正出来买鞋子了，那甲跟乙这2双鞋子都很适合你的气质选1双吧。可是事实上，你出门不过只是随便逛逛，并没有带着我要非买不可的决心。可是你很容易受店员的影响。那签合约的时候，也是你好像可以选择1、2、3、4这个4种方案，决定权在你的身上。可是事实上，你只能选择这4个方案中对你较有利的选项而已，其实并不见得有改变整体的格局。锚定效应一般是运用在商业行为上面比较多，但是用在日常生活建立快乐效果上面，我觉得对我们是更实用的。起床的第一件事，我们锚定在我很快乐，因为我还活着。要知道，很多人是在睡梦中过世的。那吃早餐、咖啡的时候，锚定在我很快乐，我们有3餐吃，超感恩、超快乐的，不是吗？做你所爱，爱你所做，锚定在我很快乐，这样工作的时间也很快乐了。那休闲时，不论是自己一个人还是跟谁在一起，做什么事，锚定在我很快乐，那么连无聊都会快乐。找时间听喜欢的音乐，定锚在我很快乐，心情会更平和、更享受。找时间做运动，定锚在我很快乐，你会更有劲、更健康。每天好好睡觉，定锚在我很快乐，你会睡得更安稳。这些日常生活皆能定锚在我很快乐。慢慢养成生活习惯以后，想不快乐都很难。再加上每天3次告诉自己，我是个快乐的人，我每天会越来越好。我是个快乐的人，我每天会越来越好。我是个快乐的人，我每天越来越好。这就是心理暗示法创造快乐人的妙法。下回我将分享快乐的第2秘技——目标确立法，敬请期待。谢谢你的观看，别忘了动动小手，点击订阅按钮及开启通知小铃铛。拜拜喽！